GTA 6撑不起我呀，哈哈哈哈哈！今年应该没有什么其他游戏值得玩了吧？我去，这么多 ！Persona 6，没想到啊，我还以为他们要出完 P5 后面的26个英文字母呢 ，P5S、P5X、P5R、P5D、P5T。目前 P6 还处在谜语人预热阶段，只有泄露的男女主角。但是好在还有同样一个非常强的 P 马上就能玩到，那就是 Persona 4 Revival P4 重置。P4 应该是很多人心中最棒的一代，甚至超过了天下第一的 P5，因为 P4 的角色要更有魅力的多。相当可爱真实，刻画好到会感觉自己有一群虚拟的朋友，故事也更接地气。谜团只是一个小镇杀人案，众所周知，小镇杀人魔比毁灭世界的怪声更可怕。P4 的重置会在画面和动画表现上大升级，而基本玩法，白天上学和朋友们溜街，晚上进入电视里和阴影战斗，包括迷宫本身，这些呢都不会有很大的改变。所以等待了 P6 10几年的朋友可以先尝试一下 P4R， 肯定不会后悔的。第11名，鬼武者剑之道，这应该是2026年打起来看着最爽的动作游戏了。在这里，你可以扮演宫本武藏，成为一名鬼武者，将一场古代版生化危机打成一部精彩绝伦的剑戟片。尽管是老 IP 的重启之作，但我还是被 demo 中它丰富的交互给震撼到了。冷饭也要看谁炒吧。解决一个敌人，你可以直接冲上去就砍，也可以金闪、格挡，还可以一闪、化境、弹刀、绝力、白刃相交，主打一个想怎么打怎么打，动作丰富到吓死人。就比如大部分动作游戏的格挡都是预设了几种固定的演出，而鬼武者剑之道几乎可以全向格挡，就连背后都有专门的格挡动作，打出来的时候真的爽翻了。希望他能赚到钱，然后再请一次金城武。第10名，节奏天国奇迹之星，任天堂自家闭眼都能玩，呼唤你身体中节奏本能的超可爱音游，在被翘首以盼10多年之后，终于出新作了。在 NDS 世代，节奏天国黄金版实打实卖出了300多万份，这在音游领域算相当惊人了。这是因为它跟其他音游相比，它要更简单、更好玩，没有谱面，只用1-2个键，用听来判断按键时机，每个关卡都是无厘头小故事，设计的相当搞笑，有时还会刻意隐去画面信息，是真的闭上眼睛反而更容易。这样的设计让很多视障玩家也能快乐游玩。这次的奇迹之星收录了80多个单人关卡和30多个多人关。好消息是，它是 Switch 1游戏，有足够朋友的几率大大增加喽。俗话说得好，上有天国，下有恶魔。第9名，恶魔城贝尔蒙特的诅咒，死亡细胞团队的新作，有手握恶魔城 IP 的 Fuck you, Konami 发行。是的，此恶魔城就是万物起源的 The 恶魔城，可以说是血统最纯正的银河城游戏了。你看着就贼爽的打击动画，手持鞭子，特效华丽，能变化剑、盾牌这些武器，还能通过探索获得类似时间倒流的能力。看着不会简单，但因为是死亡细胞团队做的银河城，我放心。第8名，异度神剑创世，神似风花雪月的画风搭配异度神剑系列的故事， JRPG 界冉冉升起的新太阳堂堂登场。作为系列新作，创世去掉了数字序号，故事完全独立，非常适合新人入坑。主角是能够驾驭沙琪玛阿尼玛的气势，一边体验学园生活，一边展开史诗冒险。因为是 Switch 2独占，所以这次真的画面大升级，人物建模质感和世界场景都明显比前作清晰漂亮了很多。系列一贯的自动攻击加技能冷却的半即时战斗也很容易上手，熟练以后相当上瘾。今年的 JRPG 也是好起来了。第7名，轨道双子星，今年最值得期待的类双人成型游戏，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它的玩法就是双人成型的那种非对称协作，因为它的游戏总监属于是双人游戏的科班出身了。这次的舞台是在太空，珍惜和尾村需要在超自然宇宙风暴的威胁中互相配合，或是分屏解谜，或是横版闯关，一起拯救自己的空间站家园。故事线据说是想做出龙珠一开始的那种少年漫的兴奋充
满期待的冒险的感觉。不过 Orbital 最让我感觉到亮眼的其实是它的美术风格，是那种80到90年代流行的日本动画的风格。乍一看我觉得有点像 Akira， 仔细看你会发现男女主的外貌造型有美少女战士、乱马的影子，机械的设计又有风之谷和维纳斯战记的感觉，而且动画过场还是手工制作的。游戏将于9月3日登陆 Switch 2，还有中配哦。第6名，斯普拉顿突击队。我知道很多人跟我一样等这个游戏等了很久了，单机 Splatoon， 而且名字还挺可爱的，突击队，像东北话似的。之前的 Splatoon 主要还是线上 PVP， 我不是被网络掉线按在地上摩擦，就是被日本小学生按在地上摩擦。现在没有人能摩擦我了。突击队乍一看比较像原作中打工模式的加量版，在更大的野外地图上打三文鱼，但其实它是一个自己组建 build， 不断探索打怪刷宝的刷子型游戏，有相当多的养成升级要素，打鲑鱼，打出材料，做更好的装备，然后去更深层次打更强的鲑鱼，如此循环，徒弟怪猎。Switch 2独占，看来这还得买一个 Switch 2才行了。进入前5，第5名，漫威金刚狼定档今年9月15日。最新的实际演示展示了更多金刚狼的战斗玩法。为了追查自己的过去，罗根浴血奋战。浴的是敌人的血哈。金刚狼的合金骨爪简直是削铁如泥，有各种招式，还有类似战神斯巴达之怒的终结技和凤凰女联手，场面一度十分暴力。这预告片看得我都心疼敌人啊！就算受伤，使用自愈能力就可以恢复。网友调侃，这是唯一一个躲掩体后面呼吸一会儿就能回血，非常合理的角色。跟漫威蜘蛛侠的开放世界不同，金刚狼看着有点神秘海域关卡的感觉。Insomniac 也证实它不是开放世界，考虑到它的舞台囊括了霓虹都市岛屿、加拿大荒野、东京街巷等等，不是开放世界反而有好处。原创剧情和角色刻画都希望可以高耗电啊！今年秋天就当金刚狼了。第4名，宝可梦风波。30年河东，30年河西，30年的 Game Freaky 总算端出了像样的东西。不出息的草地，热带雨林，看着还不错的生态，质感通透的水面，可爱的御三家，甚至还有海底的部分，你完全不用担心预告诈骗。Game Freak 别的优点没有，唯独是预告片那是相当诚实。当年朱子的预告长啥样，成品也就啥样。诚实，多亏了 Switch 2技能的大幅提升， Game Freak 终于愿意拿出做轮回之兽1半的技术力用来给宝可梦提升水准了。在这个预告里， Game Freak 很明显知道他们干得不错，并且自豪地将这些展示了出来，好像终于对宝可梦有了点热情。这也让我对第10世代更有信心了些。爆料称，这次的战斗形式会是传统回合制与 ZA 那种即时战斗的结合，剧情会和时间旅行相关，还会出一个前传动画来预热，野心挺大的。爆料还说，本作会在2027年9月发布，没有为了赶30周年而仓促发布，搞不好说明他们愿意花更多时间来打磨。现在看，唯一的风险点就是too much water。哦，对了，我大胆预言，这次的封面神就是他们。第3名，异于天堂。这个游戏我敢说很有可能成为近几年来最好的 ARPG 之一。Xbox 给他做的专场直播，观看次数有将近1500万。如龙系列的制作组龙组这一次将会跨越整整50年的时间，来讲述一个混血少年追寻身份认同、存在意义，最终建立东城会，成就一方霸业的故事。相比于如龙系列，异于天堂的故事会更加严肃，非常年代剧。当然，异于天堂不是开放世界，它更线性、更舞台化。故事被切分成了5个部分，每个部分都有不同的主题和色调，来让我们体会大东真波澜的一生。有意思的是，音乐在这个游戏里面非常重要。大东真有过人的音乐天赋，所以你可以在游戏中，甚至在战斗时收集音乐灵感，最终制作音乐，培养歌手。据说这会是游戏中最核心的模拟养成玩法。作为一个音乐博主，我肯定是相当期待呀。同名主题曲的伟大不用多说，这首歌请来了 Snoop Dogg、胡子男主唱藤原聪、格莱美获奖者 Tori Kelly、日本顶流阿斗一起创作演唱，真超能力呀！不过这倒不是乱花钱，因为他们还会在游戏中扮演重要角色，据说还会献唱新的音乐，真的太顶了。目前从各项宣发的力度来看，我能感受到龙组、Xbox、世嘉对这款游戏的信心，卖相真的太好了。那么话又说回来了，什么时候可以把这个主题曲放出来啊？我要单曲循环。第2名，战神劳菲。
这绝对是我本人未来1年最期待的游戏。公布的时候我还挺诧异，诸神黄昏已经是战神和他的老父亲了。这回奎托斯甚至都不做主角了，可别是指环王咕噜、蜘蛛侠梅姨、蝙蝠侠 Alfred 这种的吧？还真不是，战神劳菲是继讲述奎托斯个人成长的战神，描述阿特柔斯成长的诸神黄昏之后，战神一家3口3部曲的最后一个篇章。劳菲故事的起点正是战神4故事的起点，也就是开场时劳菲的葬礼。劳菲被火化后，灵魂进入诸神往生后的世界万维界，在这里，游戏将从劳菲视角去揭开前作中留下的种种谜团。万维界感觉是一个类似地狱啊、冥界的地方，什么魑魅魍魉都出来了。蒙古战神贝兹、古埃及战争女神塞赫迈特，好家伙，战神大乱斗啊！还不是希腊神话或者北欧神话，感觉 Santa Monica 在诸神全球化的道路上是越走越远了。玩法上，我最担心的是用剑与魔法的劳菲能不能做出跟利维坦之斧一样那种厚重的打击感。看预告，劳菲本身应该就有非常强大的魔法，再配有一把记了会说话的魔法4代的神秘宝剑，能把敌人的灵魂震出体外。劳菲的招式非常灵动漂亮，攻速更高，行云流水。哦对了，这次也有类似秘密尔的角色，就是这个大方块 Frank， 看起来很诡异，但据说也是有细腻刻画的。我并不奢望它可以达到战神4那样的高度，但这些丰富的设计和对剧情设定的补完，都让我对战神劳菲非常好奇。第1名，塞尔达传说十之敌重置版。如果你问别人历史上最伟大的游戏是什么，我相信很多人都会给你同一个答案：十之敌。稳稳坐在 Metacritic 评分榜首的历史评分最高游戏，几乎是清一色的满分啊！原因很简单，它可以说是现代3D 游戏的起源。用 GTA 和大镖客系列创意总监 Dan Houser 的话来说，任何做3D 游戏的人，如果说自己没有从 N64 上的马里欧或者塞尔达借鉴过东西，那就是在撒谎。十之敌实在是领先它诞生的时代太多了，领先到将近30年后的今天，你再玩到画面全面重置的它，也肯定会被它打动。更多人终于可以第一次体验到十之敌的那些经典的、超级吸引人的故事、支线任务、时间旅行、歌曲和超大超精妙的神殿谜题。十之敌的重置版 Switch 2独占2026年年内就会发售，估计很快就会有更多预告放出，而且撑死今年也就只剩下半年了，半年很快了。另外还有几个没有排进去名，但是我觉得会对不少朋友胃口的游戏，比如最适合喜欢戏剧化剧情、喜欢量大管饱的朋友入坑的《生化危机：维罗妮卡重置版》，还有掖了很久类《星露谷物语》的农场游戏《米斯特里亚牧场》，以及适合真的爱车、喜欢高度还原、自己改装的朋友们玩的街头飙车加警匪追逐赛车游戏 Clutch， 甚至还能在副驾放旧衣服哦。第0名，哈，没想到吧？还有第0名。不过这个第0名，我相信你已经猜到了 ，GTA 6。他都已经讲了他3年了。6月25日，大家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已经可以预定 GTA 6了。我刚听说他可以开始接受预定的时候，我的表情是这样的啊，这游戏竟然是真的，我们竟然真的都可以活到它上市的那天。原本可能都有点看习惯6的预告片画面了，但是再看看它和 GTA 5的对比，10几年的时光确实把我们带到了次世代呀。首发只登陆 Xbox 和 PS5，没有 PC， 所以你会为了它买 PS5 Pro 吗？